怪就怪你坐在了不该坐的位置，不除掉你，我如何成为这后宫之主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强者生存，弱者只能被淘汰。妈，等会儿，母后，你们听我说，张觉，等会儿母后走后，你和张觉的生活会非常的艰辛，谁的话都不能相信。记住，遇到危险一定要自救，一定要自救。母后，桃花无能，这次救不了自己了。姐姐，你终于醒了。这是哪里啊？好像是那奸相知道村里人报官后，提前做了准备，让他身边那个佩剑的哥哥寻了这座旧屋，给大家躲一躲。我到现在都不明白，他到底是好人坏人。但他好像对姐姐你很好，他把你背过来后，一直守着呢。江娘子口口声声说要与本相合作，怎的落了什么，还要本相去救？算下来，江娘子已经欠了本相2条命。相爷想要我如何回报？赶快好起来。然后，加倍给本相卖命。快来人呐！小莲奶奶中箭了！什么？奶奶，你醒醒！奶奶。怪他们，是奶奶自己要回去的。
没想到正巧碰上那群歹人。奶奶，还是他们尽力护着我逃出来，才能让奶奶见我乖孙儿最后一面。小莲，我后你只有你哥了，你一定要等到他回来。不哭，孩子不哭。小莲说的没错，是我的错。我自以为能掌控一切，可今日小莲奶奶的死，我就如同20年前一样，无能为力。罪臣谢关羽现在是王妃，不护国，我等方便查抄县府。陈情书，我与我妹妹是遭你陷害，这封陈情书，我要呈给主上。谢大人，放心，我一定会亲手呈交给主上，还你清白。不知，爹！从今以后，你才是主战者，而我是谢晋安。公子，现如今谢家只有你一人了，只有你才能为我们所有人着想，带着我们的命活下去。小莲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世孟家这些残害我们家人的凶手付出代价。
霞，你没事吧？你以前从来不喝酒的。都怪我，若不是我一意孤行，执意报官，那些恶人怎么会发现他们的栖息之地？沈香说的是对的，现在村中伤亡惨重，奶奶惨死，全都是因为我对不起他们，我对不起村民，我对不起奶奶，我更对不起小莲。这怎么能怪你呢？若不是那些坏人想做，就算咱们没有去找周御史告状，他们也会有别的法子的。我是受了教训，而后果却是无辜人承担。木霞，害人的是那些坏人，我们就应该振作起来，惩恶扬善才对。你现在这副样子，那些恶人看到了，岂不是更加顺心？事情都料理好了，哭的哭，散的散。无碍。孩子下嘴没个轻重的，这么深的伤口，怕是要留疤了。如此，甚好。你不必再自责了，你已经尽力挽回过了。相信奶奶的在天之灵知道了这一切，不会怪你的。至于小莲，她终究会明白的。你之前不是问过我，为什么摆脱了杀手的追击，还选择回来救你？因为曾经有过想救而没有救回的人。我们来比一场蹴鞠，若你赢了，你的仇我替你报了；可若你输了，今后忘却前尘，等你哥哥回来一起好好生活，如何？你是个奸相，我不信你。我可以发誓。比就比。你有想救却没能救回的人，我又何尝不是？小
相爷可愿与桃花一道，为小莲奶奶报仇？那工头就指引到了这里。若是世子的人没有突袭，说不定我们就能一路追溯到阿钱的源头所在了。可是这里都是山峰，被掳走的百姓们无处寻起。工地所在，必会有生活痕迹。战龙，你下山去查探一下，一定要小心。明白。这荒郊野岭的，若是日常运送阿钱往来，车马是很难隐藏踪迹的。这一点，等战卢打探回来便能知晓。我在想，此地会不会跟日照千峰图有关？我知道了，跟我来。来，不用，我自己可以。你不觉得这里看着很眼熟吗？眼熟。借你的宝剑一用。日照千峰图，没错，薛然应该就是在这个位置画下的日照千峰图。虽说是日照千峰，但这样看下去，实际上是7座山峰相连接。北斗七星，北斗七星最亮的便是玉衡位，所以应该是这座山峰。但这座山峰峰顶尖锐，又有陡峭斜坡，并不是适宜筑前的地方。薛然找到我之前，就已经画好了这幅画，为求自保，他定然在图上层层设明：日月轮转，斗转星。这幅画如果倒过来看，山峰变成了山坳，山坳则变成了山峰，再与北斗七星相连，这位置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七子之中，玉衡最亮，就如同世间臣子围绕着主上一般。北斗七星也是围绕着紫微星而转的，而这里恰恰是一抹留白。可是，这个留白又是何意？我知道了，我们去迎战龙。相爷，受伤了？哦，不要紧，属下查到此地有一座王室猎场。果然如此。而且，我刚才探查的时候，看
看见有一队马车出了王氏猎场。我也。停！停！看来恶钱就是这么被他们运出来的。这猎场有什么来头？5年前，世子对外宣称获得了几匹西域的汗血宝马，只是良驹难驯，便特意求了主上，在此建造了王氏猎场。怪不得，日常的运引车，只要伪装成货物和饲料，何人敢查？又有何人敢怀疑到王氏头上？难怪一个猎场却要里3层外3层的守卫着。我们即刻回京，早做准备。主上已经严禁我彻查此事，若是贸然行动，只会给人增添把柄。他们越紧张，就说明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了。不错。你现在相信我给你的是真话了？公主回来了。追杀落水，光听到都要吓死。对了，公主，你落水的事情是不是那个沈在野故意安排的呀？带公主出门，然后置你于险境。青苔，自小遇到危险时，从不会有人奋不顾身的救我。但是那日，他本已摆脱了追兵，却为了我折返回来，不顾自己的安危，将我救了出来。那要是这么说的话，他到底算是好人还是坏人啊？这个世界上并不是非黑即白。我以前可能只是了解了片面的他，他只是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不屑于解释。那要是这么说的话，这个奸相倒是跟公主有点像。我跟他可不是一类人，我只是想和长觉能安稳地度过余生。公主说的是，这一趟真是波折重重。没想到这恶钱竟与吕后要找的日照千峰图有瓜葛，牵连了大齐和北苑两国，事关重大，我们必须要小心应对。你这2天找机会去给青姐送消息，就说话我找到了。好。青姐，这便是娘娘要的话。这话倒是不似作为。你可知道此话背后的含义？不敢妄自揣测这话背后的含义。接下来，娘娘要你解除画中玄机，此处关系着娘娘的千秋大计，查明此处所在。不知娘娘所说的这处地方是何所在？这你就不用管了。
你只要知道，此处所在，就在这幅画中。明白，只是桃花愚钝，怕耽误了娘娘的大事。公主不必妄自菲薄，娘娘都说了，这些天公主没有时间找画，倒是有时间跟那个沈相四处游历，长了不少见识呢。桃花知道此次耽误了任务，但桃花是身在相府，身不由己，以后万不敢如此耽误了。是无意耽搁，还是另有心思？公主自己心中有数。公主不要觉得身处齐国就有恃无恐，你的一举一动，娘娘都了如指掌。我不敢了，我不敢了。若再有下次，不敢了，绝不轻饶。这是北院送来的花样，公主一定喜欢。娘娘说了，只要公主听话，这种花样我们多的是。桃花阿紫，请别久矣。每每念及，心驰神往。今特修尺素，以通音问。余在军营一切安好，饮食起居亦有专人照料，阿紫尽可安心。每思子在齐国孤身一人，心中便难掩忧虑。阿紫身体康健否？沈相是否待阿紫以真心？唯盼阿紫珍重，勿以弟为念。须知天地虽广，终有重逢之日。弟盼早日归来，与子共叙别离。灵书仓促，不尽预言，望子珍重。弟顿首拜拜。公主，没事吧？来，起来，起来。长觉世子来信了，可是他说他在军中过得不好。那公主为何还愁眉不展？他说他过得很好，跟随戍边大将军的营长，每日操练，人也壮实了许多。那公主为什么这么难过？你看，这印章线条歪曲浮华，说明刻章之人手上无力，心中不定，常觉他过得不好。真是如此，也不知狮子在军中吃了多少苦。吕后让杨婉清把长觉的信给我，就是想用长觉的安危来威胁我，让我早日完成任务。他们越着急，就说明此事对他们意义重大。怕是我完成任务之日，便是我和长觉的死期了。那可如何是好？公主的解药还在他们手里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他们到底想做什么。你去把相爷的衣服清洗干净，我要拿过去还给他。是。相爷，
探子来报。哼，怪不得主上会阻止我调查恶钱一事，原来是用修缮堤坝的善款与孟家做了交易，倒是一笔不错的买卖。只是可惜了我们之前查的那些信息，只是包不住火的。孟家以为能够阻止我调查恶钱的事，太天真。哥，你就答应带我去春猎吧，往年你都带我去的，今天凭什么限制我自由，还不让出府？你要是再不带我去，我就将你这院子当靶场练。哥，相爷，这随他闹，闹够了，自然会走的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小心点！大小姐别闹了，把你放下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点！别闹啊，大小姐！把剑放下！放下，大小姐！你要是再不答应带我去春猎，我真的要把他们射成刺猬了！大小姐别闹了，你小心点啊！你把我真的要射了！江桃花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都怪我不小心。来，我帮你拿，给你。你刚说的是什么春猎啊？就是大齐王室专为王室子弟举办的活动啊。每年春猎都会有很多氏族门阀子弟参加，若是表现出众，主上还会有奖励，那可是好大的热闹。我去找我哥来。好你个江桃花，为什么总是与我过不去？相爷不让你去，自有他的道理。你还是暂且听话，先回院子吧。我不，还我，还我，还我，给我！江桃花，你还给我！张卢，带小姐回屋。江桃花，还给我！相爷有令，请小姐回去。我不要！江桃花，我与你势不两立。青影妹妹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哥带你去春猎的。再信你，我就是狗。相爷的衣服，桃花已命人清洗干净了。相爷头痛，你如何知晓？这安神香里加了银丹草。相爷若是不介意，桃花会一些按摩松解头痛之法。我听青影妹妹说，最近是要准备春猎了。你是来为她说情的吗？今年公务繁忙，我打算回了主上。青影妹妹为人活泼，若是我们都走了，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，倒不如把她带在身边，这样才会比较放心。让我再好好想想。桃花还有一事好奇，这春猎到底在哪里啊？往年都是在西山围城，你的意思是？若是如此，就必须好好谋划一番。只是把人引过去，就必须一击必中。李代桃江，请君入瓮。
相爷，按您的吩咐，我已告知二殿下计划，他答应会上书主上。只是，这么重要的计划，江娘子那边可信吗？我心中有数。天水村时候，江娘子和相爷果然不一样了。以往这么重要的计划，断然不可能告诉他。如今你们，如今什么也没有。派人去北院查江桃花，他的生平至今，事无巨细，我全部都要知道。是。世子这又是怎么了？每年春猎，我们都是去西山猎场，可今年父王却把地方选在了我的猎场。你说，会不会是沈在野？应该不会。沈在野区区一个左相，还不足以让主上改变主意。他自然是没有这个能力，可老二有啊。他今日跟父王说，我有一匹汗血宝马万里挑一，还身负祥瑞。接着老三推波助澜，引得蓝王妃颇感兴趣。父王自然龙颜大悦，就把地点定在了我的猎场。三殿下怎么会参与此事？还不是老二跟他说，我的地方是修道的圣贤福地。二殿下绝无这蛊惑人心的能力，能把所有人都引入局，背后怕是少不了沈在野的手笔。平日里，老二和沈在野就走动的频繁，你说会不会是他们拉拢老三？父亲临走之前已经有所察觉，他怀疑最近的桩桩件件都是有人在刻意针对世子，让我们务必要小心。怀瑾，我这个猎场纰漏很多，要是恶淫的事情败露了，我就完了。表兄，帮帮我！别慌，我先修书一封给父亲。小东子，猎场地图。是。从即刻起，关闭矿场，把该封的门全部封上，把里面的人全都撤出来，统一安排管理，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纰漏。夫人，相爷说即将春猎，相爷体恤夫人养病许久，让夫人休养好了的话，出去散散心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夫人，大公子来信了。夫人，信上写的什么？哥哥说，眼下有一件要紧的，明日猎场，我得盯紧相爷。如何了？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世子放心。好。这次一定要让沈在野和他那小妾有来无回。
这次一定要让沈在野和他那小妾有来无回。江桃花，你真神了！你怎么做到的？竟然真的让我哥带我来陈列。是谁说再吸引我就是狗？哎呀，气话嘛，别见怪嘛。木霞，四殿下似乎对你心存芥蒂。他只是过不了他自己心里那一关罢了。看来世人皆传言，北苑公主得沈相圣宠，是真的。见过三殿下。江娘子不必紧张，我是觉得和江娘子有些眼缘，打个招呼而已。啊，对了，父王下旨办一场曲水流觞宴，若是有缘的话，流水席上我与江娘子痛饮3杯如何？承蒙三殿下厚爱，多谢三殿下的好意。只是江氏尚未沐浴更衣，在下先带他回营帐歇息了。木霞，你这人都到了猎场了，还这么无趣？走，跟本姑娘比比骑射。不愿意出帐篷啊？投壶也行。一寸，该你了。好，你赢了。你这人好无趣啊！这才第一投，本姑娘用不着你让。你又何必非得找我比呢？你就放我安安静静的读会儿书，好不好？我进来许久也没见你这书动一下，你这书读的跟我应付我哥一回事儿。哎，是。可是读书又有什么用呢？书里讲，唯有行事正当，方可兼济天下。可是我却因为错信了官员，而害了奶奶，造成那样的后果。可见我学的根本就只是纸上谈兵，面对现实便没了用武之术。那若还有下一次，你打算怎么做？难不成学我哥那般？我承认，沈相确实料事如神，可是我一直以来接受的教育，又不允许我认可他的做法，我又不能像他那样。停！你就别再掉书袋了，你自己的也不对，我哥的也不对，纠结来纠结去，可惜了。做事就有如此剑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可是这一箭并没有中啊。那就投下一箭。投壶是计总数的，一次不中有什么要紧的？只要我的方法是对的，那就还有下一次机会。你又怎么知道自己的方法是对的？你站在这里头，我站在这里头，只要我的目标是剑壶，总能投进去。连胜，季武赛。
听影说的对，与其在这里自怨自艾，不如明确目标。也许终有一日，能达到我心中所想。下去吧。相爷准备如何部署？来的时候我看过，表面上毫无破绽，世子应该是做足了准备。这么大的猎场，到哪里去找额前的线索？时间这么仓促，他们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。只要有破绽，我们这次一定能抓住。我已经让战路暗中调查，一会儿宴席，你我找机会离开。相爷，四殿下来访。你先去。殿下今日前来，所谓何事？天水村一事，是我愚钝不灵，还欠沈相和所有的村民一声道歉。此事已了，殿下你不要再多想了。只是经此一事，殿下心中的想法可有改变？并未。只要春猎一结束，我便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回玉京，带着所有的证据，直接上报给京兆尹。自秦起，京兆尹便是三府之一，不属于任何世家派系，可直接上达天听。同时，我还会派人不惜一切代价，保护好天水村的村民和证据。殿下，还是想要报官？是。表哥，正道是什么道啊？就是与百姓有利、与国家长远的道。要走这样的道，就要先建立这样的秩序，道才不会走歪。荀子曰：“井井兮其有理也。”正是此理。我觉得律法无错，我报官一事也无错，而错的是那些徇私枉法的贪官。改正的方式不应该是拒绝相信律法，而应该是去创造一个人人都遵法的环境。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，而难于法治必行。若我一个王子都不能信之尊之的话，谁又会依此而行呢？沈相可还是觉得我冥顽不灵？不，臣只愿殿下能够不改初心。殿下，您是遇到了什么事情啊？这看似比先前开心多了呀。心中豁然开朗，自然喜不自胜。这世间百态，皆妙不可言，各有其理。若能将这世事用我心中所想的方式给呈现出来，又是如何一般盛景啊！王喜，哎，嬷嬷好。战卢给的什么破玩意儿？是故意笑话我没脑子吗？看我不一剑劈了他！这鲁班锁
一拆难拼，你觉得麻烦，却不知这世间的琐事比这鲁班锁更难。这次我与沈在野联手，一是要揭露世子私造恶钱的行径，为小莲奶奶报仇，更要搞清楚这一切同吕后的关联，日后才可有的放矢，同吕后谈条件。可是今日您和相爷那是在世子眼皮子底下，肯定很危险。要不还是让那奸相他自己去查吧。不，无论这猎场的背后是刀山还是火海，为了长觉和我自己，我都必须要去。你去帮我准备2套方便行动的衣服吧。木霞，吃不吃？我刚洗的葡萄。哦，走吧，入席了。诸位，今日曲水流觞，我们不妨以花行令，举酒赋诗，答不上的自取罚酒，如何？好，好啊，好。那寡人先来。窗梅落晚花，池竹开初笋。怎么样？臣妾一试。梅柳家门直，一条有家花。不愧是孟家的才子。那沈相呢？那臣便献丑了。枝横雀跃关，花绕临风台。很好。谢主上。来来来，今日好酒好诗，预祝各位爱卿在围猎场上都能多猎好物。来，今时汇风合唱，天朗气清，真书美馔无尽。诸位须得畅怀痛饮，才不负世子的招待啊！谢父王赏光来儿臣的猎场。来。沈相，我敬你一杯。来，沈相，这次狩猎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来，时候差不多了，开始吧。相爷，我想您喂我喝。相爷恕罪，我去换个衣裳。主上，爱妾殿前失仪，微臣稍后便来请罪。你要记得待会儿陪寡人下棋啊。是。相爷。喂。喂。
在哪儿？战卢给的位置准确吗？应该就在前面。这儿。这应该就是战卢说的，他们最后匆忙掩埋的地方。 是银矿石。原以为这恶钱最多就是有人私自混入合金做成的，没想到竟是一座真银矿。私自开采银矿可是死罪，世子怎会如此大胆？哼，他背后有孟家撑腰，做什么都不足为奇。 怀瑾果然聪明，故意留下破绽，沈在也便信了你。接下来，沈相和宠妾醉酒误入此地，不料干涸多年的温泉突然通水，二人不慎跌入水中，双双溺水而亡。 怎么有水？走。不好，中计了。咱们得赶紧出去。快走。走。我腿踩住了。 沈在也，拿着。你没走。 林公子，按照吩咐，引水灌满洞穴。好。银矿位置隐蔽，拖个3、5日，世子再派人将尸体捞出，就说是下游发现的。面上的仵作和目击证人都已经安排好了。怀瑾办事果然稳妥。春猎之后，沈相嫌抗力醉酒溺亡之事，便会传遍整个余境。到时候我们就散播此处有沈相的冤魂。 便无人敢靠近猎场，届时世子的银矿便再没有后顾之忧。好寂寞。你我不便离开宴会太久，
以免惹人生疑。走吧。这石头重于千斤，非你我人力便能挪动的，只能等待支援。江桃花，坚持住，不要放弃。我是不会放弃的，不然怎么给小莲奶奶报仇啊？没有人会永远弱小，他们也会凭借手中的笔墨刀剑，成为能保护别人的人。自己都快死了，竟然还想着别人。以世子的心智，绝对想不到这么阴险的计谋，定是我那位大舅哥的手笔。若是今日桃花与相爷皆命丧于此，你我虽生不能同亲，死却能同穴，也算是夫妻缘分一场。如此说来，倒也不错。明明刚刚还在这儿呢，怎么不见了？快给寡人去找！是，主上。父王，父王，可是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？你如何得知？主上找的可是这颗棋子，刚刚分明已经被微臣给吃掉了。正是这颗。接着来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世子此话何以理解？本相不在这儿，还能在哪儿呢？殿下，去把表哥找来，让他看看他说的万无一失。世子息怒，这沈在也刚刚独自回到宴席，看不出任何异样。一个人啊？江桃花的包袱，莫非他们在银矿里发现了什么？还请世子殿下回避，这里都是女眷。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哎，本宫丢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东西，和娇娘子手上的很相似。这绝不是世子殿下的东西。还请世子殿下莫要再胡搅蛮缠。既然那么坦荡，那本宫检查一下没什么吧？可以给世子检查，但还请世子先出去，避免惊扰他人。还轮不到你一个妾室来教我做事。本宫倒要看看你们在搞什么把戏。
娘娘莫气，是桃花的过失，只是世子万般阻拦，实在是拦不住。你敢耍我！没事吧？世子殿下这是做什么？相爷，王妃要更衣，桃花赶着给王妃送衣服，谁曾想到世子殿下一路跟随，非要闯入王妃更衣的帐篷，还要看王妃的衣服。逆子，没事吧？王妃的营帐你也敢擅闯？寡人还没死呢！父王，儿臣无心轻慢兰王妃，是谁？启禀主上，世子殿下是在帮臣寻找丢失的玉佩，无意走错帐篷，绝无唐突兰王妃之意。对，表哥的玉佩丢了，儿臣又看到江娘子鬼鬼祟祟，并未注意到这是兰王妃的帐篷。主上，方才是我不小心将酒洒在了衣服上，便让沈相的妾室帮我来更换。世子不管不顾就冲了进来，现在倒说是丢了玉佩，难不成是怀疑我偷了世子殿下的玉佩啊？怎么会呢，爱妃？你一向是善解人意，不会做错的。是殿下弄错了，误会了江娘子，才会惊扰了王妃。如此紧张，也是因为心系主上。毕竟猎场的安危是世子殿下的职责所在。是儿臣太过紧张，儿臣向兰王妃赔不是。既然世子已经认错了，那便不再追究了。原来大家都在这儿啊！我还说怎么宴席上都没人了呢。父王，明日打猎的彩头到底是什么呀？您可不能赖啊！逆子，今日殿前事宜，念你是初犯，随即滚出去，领10道鞭子。我们走。儿臣知错。相爷和江娘子真是伉俪情深啊，叫我好生羡慕。三殿下多多海涵，江娘子受了惊吓，现在应该回去休息了。竟然能将最得宠的兰王妃也设计进去，你倒是胆大。这10鞭，就算是暂时为小莲出口气。不错，这只是个开始。世子定会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走吧。脚扭伤了。边无大碍，相爷快放我下来。现在整个玉京都知道，你是我最宠爱的妾室。如今妾室受了委屈，奸相心急如焚，急不择路，才是正确的戏码吧？相爷真是好眼界。桃花落尽，昨日寻无迹。
想抱着的是大公主吗？堂堂左相，竟抱着个小妾招摇过市，成何体统啊！那孟氏女不是也在吗？看不出沈相竟也有这般情浓的样子。纵然这一生枷锁，可握着我此生都经过，不为命运的蛊惑，斩断了因果。缘分这一世交错，爱过恨过，终不负嘱托，以情或最认着我，不去的轮廓。不要用纱布了，刚才是一时情急，世子顾不上。这要是让他发现我这手上还有腿上都有伤，定会不依不饶的。都怪那沈相，就这么一会儿还要让公主受伤。若不是他提早运筹帷幄，这次我怕是要死在那矿洞之下了。相爷，是我。怎么来的比计划迟？他们一直在那灌水，属下怕提前出来坏了相爷大计。事不宜迟，你赶紧和江娘子回营帐歇息，我得赶回宴席那边。哦，衣服呢？哦，这儿。我随相爷一同回宴席。不必，你如此虚弱，回去养伤就好。我一人回去，亮世子也不会说什么。小伤无碍。若相爷独自回去，恐无法堵住世子之嘴。好，这太危险了，公主。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情，还是让那奸相自己去探吧，别再把自己置身于险境之中了。被世子算计了那么多次，这次也总算是出了口气。而且，我若是没去，又怎会知道吕后的目的呢？公主探到了。我到了那银矿之后，才明白吕后到底想要做什么。这么一大笔钱，足够他在北院拉拢群臣，蓄养死士，甚至军队了。银矿、恶钱，都与世子有关。一旦世子东窗事发，定会被废，而后大齐的其他几位王子便会开始争夺储君之位。届时局面大乱，吕后就能坐享渔翁之利。这就是他的真实目的。他疯了不成？大齐兵强将猛，一直在找机会将疲惫不堪的北院蚕食掉，却苦于没有一个让朝臣信服的出兵理由。但若吕后行径败露，齐国上下定再无主和之派。吕后狼子野心，定会把整个北院都害了。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。可是这太危险了，公主。要不咱们找个机会躲起来，等他们斗完了，我们再出来。我们早就已经被卷入其中了，无法置身事外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虽是危机，但也有可能是转机。只要我们联合同盟，内外合作，这可能就能成为我用来制衡吕后的突破口。那这突破口，莫非是那奸相？事到如今，沈在野已经是最后一颗救命稻草了。但是那个奸相可不是个好相处的人，不能如此被动。若想拉拢此人，得先递出投名状。什么投名状？一招制胜，让他不会再怀疑我的投名状。主公不容的蠢材，奴才错了。殿下息怒。骂个奴才出气本不是什么大事，只是刚刚挨了鞭子，
别把伤口撕裂了。好在行刑的侍卫下手知道轻重，到底没敢下狠手，上了药，过几日就好了。方才那将士张皇失措，让我以为他怀里是什么要紧之物，害我变形，还被父王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申斥。我可是世子，父王竟一点人伦不顾。沈在野老谋深算，他那个妾室也是八面玲珑。殿下要处处小心，不然的话，很容易被他们引导酿成大祸。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他们是怎么逃出来的？矿洞顶上有个人为凿开的洞口，沈在野怕是一早就留了后手。他们怎么这么命大，杀了几次都杀不死？越是这个时候，越是要沉着冷静。眼下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把春猎大法结束，万万不能自乱阵脚。那我这几鞭子就白挨了。别急，如今他们在我们的地盘，不怕他们没有防备不及的时候。明日就是春猎了，父王不会发现银矿的事吧？放心，已经安排妥当，只要殿下按我说的去做，必会逢凶化吉。如今物证已有，只是人证还需要花些功夫。若是能找到之前矿内的工人，把他们安全护送到主上面前，此事则可成。按照小莲所说，那些工头每隔一段时间，便会招新的做工人选。那么大一批人，不是寻常地方可以容得下的。他们转移的这么仓促，人数又这么多，定然走不远。应当就是在这猎场附近。这里。营救矿工之事，我会另想办法。为了遮掩耳目，明日还需……你尽管放手去做吧，我会想办法争取时间的。不可，此事我会交由别人去做。可我是最合适、最不会引起怀疑的人选。相爷放心，我会见机行事的。